今天我們大家歡聚一堂，共同見證秦時雨和裴思年的訂婚儀式。現在，請準新人交換訂婚戒指。思年，永贵，思年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不用管我。今天是你和诗雨重要的日子。你就说话，我送你去医院。裴思年，今日是你我的订婚宴，你若是踏出这房门一步，你我二人便再无可能。秦时雨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？宁飞都变成什么样子，你还想着你订婚宴？我自私自利。混账东西！委屈你，小弟。老太爷，身体要紧，别息怒。管家，把老太爷送去休息。是。내 가슴이 설렌다 이 기분 좋은 느낌 은은하게 裴玉琛，我记得秦裴两家的婚约是儿时长輩們定的。是。那麼只要是裴家的人，便可以履行約定，沒錯吧？理論上是的。那麼你願意娶我嗎？秦時雨，婚姻不是兒戲，更不是用來報復的工具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在向你求婚，是以我秦時雨的身份，不是誰的未婚妻，不是替代品。你答應嗎？怎麼了？是後悔了嗎？沒有。是嗎？你現在還覺得我後悔了嗎？裴先生，我們已經結婚了，夫妻之間接吻很正常吧？不早了，早點休息。你去哪兒？書房，還有些工作沒處理完。上班，早餐在桌上，記得吃。慢點，小心門檻。知道了，思年哥哥，你家門檻真高。秦時雨，你怎麼會在我家？現在這裡也是我。你家？秦時雨，你還沒睡醒吧？就算昨天的訂婚宴沒出現意外，你是我的未婚妻，裴家的主宅還輪不到你說是你家，更別提現在了。你以什麼身份站在這裡？昨天被我丟掉的準未婚妻嗎？還是？思年哥哥，別這麼說，詩雨她只是一時糊塗。詩雨，我知道昨天發生了那樣的事情，你心裡不好受，但是你現在就住進裴家來，是不是有點不太合適呀？傳出去，別人是會說閒話的。更何況昨天訂婚畢竟也沒成啊，
你现在这樣，秦家的臉面，我就是替你擔心啊。合適，閒話。你一個現在什麼的身份呢？一個在婚禮上突發重病，被準新郎抱走離場，然後第二天一大早登堂入室，挽着人家的胳膊喊哥哥的人，在這跟我談合適和閒話。你的臉皮是不是和你的演技一起去進修過？詩雨，你怎麼能這麼說我？我昨天是真的不舒服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秦诗雨，向牛飞道歉。你看看你现在什麼樣子，尖酸刻薄，不可理喻。思年哥哥，別這麼說。既然詩雨不喜歡我，我走就是了。你們兩個千萬不要因為我傷了和氣。走，該走的是他。秦诗雨，你給我聽清楚了，從我家滾出去！現在，立刻，馬上滾出去！怎麼，沒聽清？要我再說一遍嗎？你沒有資格站在這裡。等你什麼時候真正名正言順嫁給我裴思年之後，你才有資格有臉面踏進了裴家的大門。這一巴掌是打醒了，也教教你們二位什麼叫規矩，什麼叫臉。秦詩雨，竟敢打我！打你又能怎樣？滿嘴噴糞，目無尊容，連基本的禮儀、廉恥和邊界都沒有。今天我就替你哥哥教教你怎麼說話，怎麼做人。秦詩雨，你想幹什麼？你瘋了！現在，立刻，馬上從我家滾出去！是你們自己滾呢，還是我送你？思年哥哥，思年哥哥，我們快走！他就是個瘋子，他真的瘋了！秦詩雨，我告訴你，這件事情我們沒完。走，我們走。今天心情不錯。早上那些事你都知道了？林嫂跟我說了，沒事兒。我這弟弟啊，該收拾就要收拾，不用跟他們客氣。你做的呢也不算過火，不過以後啊，不用跟他們那麼多廢話，知道嗎？这条项链呢，是我们裴家传給每一代女主人的項鏈。下周我會在家裡舉辦一場宴會，正式向所有人宣布，你秦詩雨是我裴玉琛的夫人。詩雨，我在。臨時的跨國視頻會議，對方總裁時差問題需要延長。我大概會比原計劃晚40分鐘回來。我已經通知賓客們都晚些到了，不過我弟弟他們可能會先過去。沒關係，你先忙工作，這邊我能應付。有任何情況隨時聯繫我或者找管家。好，我知道。你路上注意安全。待會兒見。哎，思年，你哥裴先生什麼時候不聲不響給我們找了個大嫂？之前可是一點風聲都沒有呢。我這個好哥哥從小就像兵一樣，對誰呀看都像欠錢似的，對他弟弟我呀也沒有什麼好臉色。老光棍一個，也不知道抽什麼風，突然就訂婚了。也許啊是家裡老頭逼的，找了一個門當戶對的擺設而已。也是呢，裴先生給人的感覺好難接近，真不知道什麼樣的女人能受得了他。還是你思年溫柔體貼。秦詩雨，你怎麼在這兒？誰允許你出現的？我為什麼不能在這？這場宴會的主角是我和我的先生裴玉琛。身為主角，自然要出席了。
秦诗雨，你別大言不惭了。你說誰是先生？我哥。那天订婚宴上，我們2個儀式根本沒有完成，大家都看到了。你現在跟我裴家還有我哥搭不上半毛錢關係，你不過是沒人要的一個可憐蟲罷了。在這裡冒充主角，你真是可笑。詩雨，我們都知道你一定是因為那天婚禮沒成被气糊涂了，但是你也不能因此就在這裡說胡話做傻事呀。裴先生是什麼身份？他的婚事怎麼可能是兒戲呢？快下来吧，這麼多人看着呢，別讓人家看笑話了。看來那天2位離场的太匆忙，後面精彩的劇情是一點也沒趕上。怎麼，你當真是不知道那天你抱着這位重病的何小姐走後，订婚宴上發生了什麼吗？那天你走後，你的哥哥裴玉琛亲口答應了我的求婚。不可能！你胡說，我哥怎么会？这条项链你認得吧？這是裴家歷代女主人的象徵，現在就戴在我的脖子上，你的嫂子秦詩雨的脖子上。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！難道你真的是我哥娶的？思年，你冷靜點，別被他騙了。詩雨，我們這麼多年的閨蜜，我太了解你了。你一定是因為訂婚沒成，所以心裡過不去這個坎兒，被刺激的糊塗了吧？思年，你想想啊，你哥可是裴氏集團的掌門人，眼高於頂，怎麼能看得上他？還答應了他的求婚，真是天方夜譚。說不定是他用了什麼見不得光的手段，甚至他根本就是在撒謊。没錯，我哥怎麼可能會娶你？這條項鏈一定是你偷來的，或者是用卑鄙手段在我那裡騙來的，再或者，秦詩雨，你該不會是為了撐氣場，在小路攤或者是拼夕上買的9塊9貨的假貨吧？穿着假貨來冒充女主人，你真是瘋了！不要苦救！想跑？要有吃动作是吧？裴思年，你放開我！把假貨摘了，我看怎麼裝！你知不知道你摔碎的是什麼？裴家的傳家宝，你哥親自給我的信，就這麼被你摔碎了。阿素，用最快的速度趕回去。是，先生。就這樣把它摔碎了。你活該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帶假貨來撐面子，這項鏈怎麼可能會碎？秦書宇，這都你的錯。是啊，書宇，你未免也太不小心了。怎麼能這樣呢？思年他只是想看看而已，你明知道這麼重要的東西，還這麼不小心把它摔壞了，到時候該怎麼跟裴先生交代啊？文云飞，你這張嘴真的是能把黑的說成白的。秦书宇，竟敢拿合影杯！思年，我好痛，我说的都是實話，為什麼要這樣對我？秦书宇，你給我跪下，給黑影杯道歉！讓我給他下跪，他也配？不跪是吧？我幫你！秦詩雨，算個什麼東西啊？落魄的大小姐，沒人要的棄婦，你也敢打我，敢搶我的思年，現在還敢冒充裴夫人，我讓你囂張，讓你裝。秦詩雨，看到我，這就是跟我鬥的下場，你永遠也贏不了我。思年是我的，
裴家的一切也是我的。你只配像现在一样，像条狗一样趴在地上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这样嚣张，这样装。干什么？孙年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哥，你来了，我们都等你很久了。我夫人呢？啊，嫂子啊，我也没看见呀，哥。不瞒你说，我们也是刚到。再说，你这突然订婚，就是我连嫂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即使见了我也不认识呀。裴先生，别着急，嫂子她有可能在楼上化妆间化妝呢。毕竟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，女孩子嘛，总要打扮得漂亮一些，光彩亮丽的出场嘛。花点时间是很正常的。我再问你，秦诗雨到底在哪儿？来人，把他推进楼下杂物间，锁好了。宴会结束之前，别让他碍眼。啊，哥，你怎么问起秦诗雨来了？他那种人，上次弄这么大的笑话，他哪有脸来咱裴家的宴会啊？像他这种的，都应该躲着走。是啊，裴先生，诗雨他没有什么脸面再来了，你也别再惦记他了。今晚是你和我们真正嫂子的好日子呀。先生，楼上卧室、化妆间、休息室都找遍了，没有见到夫人。难道秦诗雨真的就是我哥那个神秘的新嫂子？这条项链是我亲自为我夫人戴的，到现在你还敢说？秦诗雨到底在哪儿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什么声音？哥，你听错了吧？没什么声音啊，可能是外面风吹的。好像是厨房在搬东西。对，厨房在搬东西，有人不小心忙手忙脚的，弄出了声音。是啊，裴先生，今天这种场合人多手杂的，有些声音很正常的。您别太敏感了，我们还是先找嫂子要紧。有可能嫂子临时有什么事情从别的门出去了呢。我在这儿，救救我！哥，你不能去那边，那边都是杂物和工具，脏脏乱乱的，没有什么好看的。对了，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找嫂子，或者我去找，我一定给你找到，懂不懂？救命啊！李晨，李晨。走开！哥，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拉开！诗雨，诗雨！哥，我错了。我真的错了，请你原谅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在我生命一场的份上，哥。思年，这些年来我自问待你不薄，把你当亲弟弟一样，给你最好的教育，给你最体面的身份，让你顶着裴家二少的头衔在外边作威作福。可是你都做了些什么？
一件件一桩桩，哪一件是人事儿？我看是我错了，赖离婚的事情，私生子始终是私生子，再怎么样，骨子里卑劣的心永远少不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哥，不是这样的，哥，可以听我解释。我是一时糊涂，我鬼迷心窍。哥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。机会？从小到大，我给过你多少次机会？你又再回过哪一次？你一次次触碰我的底线，我一次次包容你，换来的是什么呀？就是你今天对诗雨的暴行。李助理，即刻起停掉裴思年所有的银行卡、信用卡、附属卡，收回他在裴氏集团所有的虚值名衔租金，将他所有由裴家资产购置的房产、车辆全部冻结收回，并且通知所有的合作方及社交圈，裴思年与裴家从此散无任何关系。是。哥，我错了，你不能这样，我是你弟弟啊，哥。秦诗雨这个贱人，他之前对不起我的，他出轨在先，在金婚宴之前和别的男人不清不楚、不明不白，他是要破戒，就是因为他，我气势气愤，我才够了。裴思年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往我身上泼脏水，出轨、不清不楚，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的话，就是诽谤。裴玉琛，我秦诗雨做事问心无愧。在订婚宴之前，我和裴思年的关系仅限于家族安排的交往，从未有过任何的越矩行为。你若是不信，可以去调查。我随时配合。今晚原本是我正式向大家介绍我自己，但是过程出现了一些意外插曲。如果我要通知，同样不会行。今天我就会告訴所有人，秦诗雨小姐是我裴玉琛明媒正娶、法律承認的妻子。從今天開始，她就是我裴家名正言順的人，他的尊嚴就是我，就是裴家的尊嚴。今日之事，我不希望在任何场合听到任何顛倒黑白、侮辱我夫人的不实之语。若有人罔顧事實、妄加非議，或者對我夫人做出任何不敬的事情，那便是與我裴玉琛與整個裴家為敵。你的傷口還需要處理一下。是我叫醫生過來，還是你想先回房間休息一下？先回房間吧。好。等一下，我不信，這不可能！哥也告訴我，這不是真的，對不對？你們兩個是有人報復我的，對不對？報復我當時離開訂婚宴，對不對？報復？裴思年，你以為你是誰？誰有時間在這裡陪着你一起演這麼大一場戲？秦詩雨，你怎麼敢？你怎麼敢嫁給我哥哥？你說要嫁給我的，現在跑過來說你要嫁給我哥哥，要不要臉？有沒有臉識？哥，你聽我說，他騙了，他就是為了報復我，報復我當時選擇英飛，沒有選擇他。他欺騙你靠近，你是為了羞辱我。他這種心機、心思歹毒、心狠手辣的人，你怎麼能娶她呀，哥？對呀，何先生，你可一定要明察呀！我和詩雨，我以前一直把她當做最好的閨蜜，我最了解她了。她根本就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麼清高，她背地裡、私底下最會扮柔弱、裝可憐、吸引男人了。之前4年就是這樣被她迷惑的，現在她又故技重施，來勾引你，來欺騙你，你可千萬不要上當啊！裴思年，你未免太看得起你自己了，你配嗎？還有你，何怡霏，我最好的閨蜜，在我和裴思年有婚約的時候，和他滾上了床，忙着選定婚宴菜單的時候，和他在酒店翻雲覆雨，這是我最好的閨蜜。裴思年，
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未婚妻，你和他滚上床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过还有我这个未婚妻呢？你知不知道廉耻两个字怎么写？不是这样的，诗雨，你听我解释。那天因为家里他有事情，他很崩溃，我是作为朋友过去安慰他。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啊，你要相信我，你不能因为误会就说出这么伤人的话呀。这么多年的感情了，你要相信我呀。诗雨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你别闹了，别任性了，我们回家慢慢说，我会把所有事情都和你说清楚的。诗雨，我们回到之前好不好？別碰我，裴思明，安慰到床上去，那你的安慰方式也太別出心裁了。你說你心裡有我，那它是什麼？是你愛心泛濫時必不可少的道具，還是你情難自已時無法抗拒的誘惑呀？回到以前，以前是什麼樣啊？以前是我愚蠢的相信家族的安排，還對你這個人渣抱有一絲的期待，還是我眼瞎，把一條毒蛇當成我最好的閨蜜？你的解釋留給你自己聽吧，我先糟蹋我的耳朵。來人，把他們給我扔出去。另外，立刻打電話聯繫律師，就今晚裴思年對我夫人侮辱、誹謗、人身傷害，以及和英妃助紂為虐、造謠生事，收集證據，準備起訴。我要讓他們兩個人為自己所說的每一個字都付出代價。按下去。 잔인한 이 현실을 마주한 순간疼吗？我轻点。抱歉啊，都怪我来晚了。不怪你，你已經來得很快了。你能來救我已經很好了。畢竟，從我爸媽出車禍之後，公司被伯父們架空，宣布破產，我就已經明白，沒有人能永遠的護着我。我早就已經學會自己堅強了。秦时雨，聽我說，從今天開始，我就是你的依靠，裴家就是你的後盾，你可以繼續堅強，但是不必再獨自一場。從今以後，所有的風風雨雨，我都擋在你前面。從今天開始，你不再是獨身一個人。謝謝你，裴玉成。謝謝你，明知道那天我只是走投無路，只是用長輩們那些沒有幾個人能知道的婚約道德綁架你，明知道我是在利用你報復裴思念，你卻還是願意娶我。秦時雨，為了你，我心甘情願。可還是很抱歉，直到秦家出事，伯父伯母的消息傳來，我才收到風聲，急忙從國外回來。可還是太遲了，讓你一個人默默承受了那麼多變故，那麼多委屈。那個婚約從來不是束縛我的理由，只是因為那個人是你。Don't know how I've been there. Nothing ever changed. Have you ever changed? Don't know how you've been there. 祖父。我剛剛處理完，他受了點驚嚇，需要靜養。我明白了。
下周家宴，我会带他一起回去。祖父再见。祖父的电话，他说下周的裴家的家宴，让我带你一起回去。好。爷爷，我带着莹飞来给您请安了。他说一直惦记着您，要亲自来看望。爷爷您好，我是莹飞，一直听思年提起您，说您是最疼爱他的长輩，很早就想来給您請安了，但又怕打擾您，今天終於有機會，看到您精神這麼好，真為您高興。有心了。爺爺，聽聞您喜歡字畫，我托了很多人，幾經周折才尋到了這幅明代文輝明的山水青圖真跡，望您喜歡。是真迹。难道你有如此心意啊？爺爺，思年為了找這幅畫，費了不少心思呢，去了好幾個拍賣會，就為了讓您高興。他說啊，只要您身體健康，心情舒暢，就是他最大的福氣。莹飛在一旁也跟着沾光，看您這麼高興，心裡暖洋洋的。祖父，爺爺你好，我是詩雨。站住！見到兄長，連個招呼都不打。裴家的規矩，長幼尊卑，都學到哪兒去了？哥。哥，嫂子，思年，要知道自己的身份。这孩子越來越不讓人省心。喂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公司有點事，我需要緊急處理一下，很快就回來。好，你去吧。秦詩雨，你以為你攀上裴玉琛就能當上裴家女主人了？別做夢啊！看不到嗎？今天老爺子更偏愛思年，這幅畫老太爺多喜歡呀！以後啊，這裴家偌大的產業，到底由誰接管，那可不一定。到時候，你以為你能站在這裡？何一菲，你成天除了搬弄這些是非，就是挑唆別人鬥爭，你腦子裡還有點別的東西嗎？至於裴家誰掌權，是祖父和裴玉琛該管的事兒。至於我，只要一天是裴玉琛法律上的妻子，只要是他們裴家明媒正娶的長媳，按規矩你就得叫我一聲嫂子。長嫂如母，以後看見我記得放尊重點，叫嫂子。秦詩雨，你憑什麼在我這裡擺架子？你不過就是一個走投無路、家破人亡、靠爬男人床上位的賤人。狐狸精，竟敢在我面前裝高貴！賤人，你敢打我！秦詩雨，你竟然把它摔碎了！這可是老太爺最鍾愛的雨過天青，是當年裴奶奶送給爺爺的定情信物。是爺爺這麼多年的心頭肉，你就這麼把它摔碎了？你真是瘋了！何一菲，明明是你把我推倒，
摔到桌子上，茶具才摔碎的。众目睽睽下，你还在这颠倒黑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……爷爷，你终于来了，你快看，都是诗雨姐，她也不知怎么突然发起了脾气，就把这些茶具都摔碎了，我拦也拦不住。我一直劝她说，这是奶奶给您留的念想，是无价之宝，可她却说……她说什么？说这种老掉牙的东西怎么配得上她秦大小姐的身份，摆在这儿都嫌碍眼，然后就一把把它们扫到地上了。爷爷对不起，我真的在尽力拦她了。秦时雨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套茶具对你奶奶，对我意味着什么？你可能不清楚，但他们是我裴家的旧物，是长輩的遺珍。你縱然不喜，何至於此？難道真如何英妃所說，在我們裴家，就連一件舊物也配不上你秦大小姐的身份了嗎？撞到哪裡了？嚴重嗎？爺爺，我從未故意摔碎茶具，是何英妃，她在此出言不遜。我也從未說過任何辱罵這套茶具、不尊重裴家、不尊重奶奶的話。是何英妃，她在此出言不遜，甚至故意辱罵我個人。爭執間，她推到了我撞倒了桌子，才不慎讓茶具碎的。這完全是個意外，更是他故意挑釁。我什麼時候推你了？你胡說！明明是你自己犯了錯，現在還要賴到我頭上。難道這茶具自己長了腿，從桌子上跳下去的不成？爺爺，你看他現在還在狡辯，他就是仗着有人給他撐腰。秦書宇，你又對英妃做了什麼？英妃平時膽子這麼小，連隻螞蟻都不敢踩，怎麼可能做出推人和破壞爺爺茶具的事情？爺爺，您別聽他一面之詞，英妃最是善良乖巧，她怎麼可能會做？算了，思年，別說了。詩雨姐她可能也不是故意的，只是脾氣有些大罷了。但是像她這樣，動不動就動手打人，還把爺爺最珍貴的東西摔壞了，現在又在這裡顛倒黑白，哪裡像一個裴家的長媳？爺爺，我真心為裴家着想，這樣的人真的配進裴家的門，做裴家的長孫媳嗎？裴思年，你跟我說她膽小、善良、乖巧，一個在閨蜜的訂婚宴上突發重病，成功攪局，第二天登堂入室，挽着人家的未婚夫喊哥哥的人，你跟我說她膽小，一個對我惡語相向、污言穢語、動手推人，事後倒打一耙人，你跟我說她善良乖巧。爺爺，茶具的損壞，我深感抱歉，但無論如何，它也是由我相關的爭執中摔碎的，我願意承擔任何合理的責任。但是是非曲折不能混淆，何言妃的挑釁、動手，此時此刻的污衊，我不能接受。至於我配不配做裴家的媳婦兒，這是玉琛的選擇，也是我和玉琛之間的事情。爺爺，你要是有任何疑問，可以直接問我，或者玉琛，更不能由一個數次搬弄是非、行為有虧的外人在此指手畫腳、妄加評判。你，秦詩雨，你說誰是外人呢？玉琛，這件事我想聽聽你怎麼說。祖父，事實如何，
其實不難分辨。這間客廳裝有監控，我剛才已經讓管家去調取了。在監控視頻調取出來之前，我只說2點：第一，诗雨是我的妻子，她是否配得上裴家，由我来決定。我認定的人，不需要任何外人來質疑資格。第二，茶具無論是由何原因導致，既然诗雨在現场，那诗雨的責任，我願意替她全部承担。我会盡力尋找能工巧匠，嘗試修復，或者尋找替代之物來彌補主婦的損失。但是，如果有人蓄意污蔑、动手傷人，再污蔑构陷，那我裴雨琛也絕不会姑息，該追究的責任一樣都不会少。老爷、少爷，这是监控记录。何应飞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爷爷，不是这样的，是监控的角度有问题，都是他齐诗雨，他故意激怒我，他打我骂我，所以我一时气急了才不小心推了他一下。这个茶具真的不是我故意摔壞的，我真的跟我沒關係。爷爺，您先別生氣，這個監控一定有問題。現在的技術，合成剪輯什麼的最容易了，再或者是借位拍攝，看着是邢飛做的，但其實根本就沒有碰到。邢飛是向來可小可愛的，他從來不會做出這樣惡毒的事情，這一定有誤會爺爺，或者是某人刻意栽贓陷害。對，爺爺，思年說的對，都是他齊詩雨，他故意陷害我，他明知道這套茶具對您來說那麼重要，所以他故意謀劃這一切，就是為了讓您討厭我，趕我走。好歹毒的心腸，這一切都是他設計好的，爺爺，跟我沒關係的。住口！裴思年，我看你是被豬油蒙了心，竟然被這個滿嘴謊話、心術不正的女人迷得連腦子都沒有了嗎？監控是假的，錯位拍攝。管家跟了我幾十年了，他能拿那假的東西來糊弄我？不錯，我是年紀大了，但我的眼睛沒瞎，耳朵沒聾，我的心更沒有老糊塗。還有你，何英飛，我裴家待你不薄，給了你幾分薄面，可你竟然登堂入室，搬弄是非，挑釁生事，毀我真物，你還竟敢在這裡污蔑我裴家的長孫媳，誰給你的膽子？雨琛，詩雨，今天的事情讓你們受委屈了。罷了，看來我過去太縱容了。私生子終究是私生子，
根骨不正，难成大器。留在裴家也是祸害，叫他家宅不宁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再是我裴家的子孙，我会让律师来处理，收回你在裴家的所有的家产和股份，断绝一切關係。你好自為之吧。爺爺，我錯了，我真的錯了，爺爺。爺爺，你不能這樣做呀！我是你的親孫子啊，爺爺，你不能這麼狠心啊，爺爺。是他，爺爺，是他這個賤人，是他迷惑我，是他誘惑我，是在我耳邊吹風，是他搬弄是非，是他和我說秦時雨的壞話，是他慫恿我和哥哥作對，今天又是他打碎了您愛的茶具。爺爺，我是一时糊塗，被他亂了心智啊，爺爺。爺爺，我錯了，我真的錯了，求求你原諒我，以後我一定听话，听您的话，听哥哥的话。求求你原谅我这一次，好不好，爺爺？裴思年，你說什麼？你怎麼敢這麼說？你還有沒有點良心？我為你付出了多少？我做小伏低，忍氣吞聲，在你們裴家看盡臉色。現在倒好，一出事兒，把責任推到我身上，把我當替死鬼是嗎？你在床上說的那些甜言蜜語，那些承諾，都餵狗了嗎？你閉嘴！要不是你勾引我，要不是你吹耳邊風，我怎麼可能和我哥哥還有爺爺離心？你就是禍水，殺我兄！裴思年，我跟你拼了！敢打我！夠了！管家，在。把他帶走。是。省得他們撒往裴家這片淨土。哥，我錯了，哥，我真的錯了，哥。你怎麼兄弟一場的份上，求你和爺爺求求情好不好？我有什麼都聽你的。哥，你是我親哥呀，哥。哥。裴思年，別這麼叫我，我們從來就不是一個馬上的。你、我，還有你那個早已被父親遺忘的生母，我們都心知肚明。好啊，好啊，裴琛，你們夠狠，夠絕情。既然你們無情，那休怪我無義。今日你把我趕出裴家，那我日後定要你付出代價。你們欠我的，還有裴家欠我的，我要一一都討回來。無情，代價。裴思年，你真以為你在外邊做的那些好事兒都不清楚？看看你勾結外部公司，泄露裴氏商業機密，試圖掏空公司資產的證據，夠不夠清晰？你再好好看看，你私自挪用家族信託資金，去偽造賬單，去填補你在澳門欠下的巨額賭債的記錄，夠不夠清晰？哦，對了，還有你和那個李總私下交易的錄音，需要我放給你。若不是念在你身上還留着一點裴家的血，爺爺對你還尚存着一絲舊情，你以為你還能站在這兒大放厥詞？逐你出裴家，收回資產，已經是爺爺對你最大的恩賜，也是我留給你最後的體面。而現在，體面也沒了。從這一刻起，你與裴家恩斷義絕。你所有的賬戶、資產，
將即刻凍結，交由裴氏法务部和审计团队接管清算。裴思年，经查实认，你涉嫌商业欺诈、职务侵占、挪用巨额資產等多項罪名。證據列完，裴氏集團已經正式報案。現在，警察應該到了。哥，我錯了，哥，求求你不要送我去坐牢，我求求你，哥，求求你。這些話留給去跟法官說。裴雨辰，其實我一直想问你一個問題，當時在訂婚宴上，眾目睽睽之下，場面那麼混亂，你怎麼那麼快就答應我了？難道真像你後面所說的心甘情願那麼簡單嗎？不是，比那早多了。7年前在華山晚宴，你穿着一身藍色禮服，不耐煩地應付着敬酒的人。後來你自己去了露台，還幫一個打扮香檳的服務生解圍，你還悄悄給他塞了名片，說是如果需要律師的話就可以找你。你記得？记得呀。那個時候啊，你眼裡邊有不甘心，也有還沒被磨掉的善良。秦家出事，我收到消息之後就立刻回國，趕到宴會廳的時候，剛好看見你站在台上。思年抱着別人離開，全場都在看你的笑話，但你的背挺得筆直，眼神像燒着了的冰，絕望但不認輸。你在可憐我？是選擇。我需要的是一個伴侶，不是一個裝飾品，一個能夠在風暴裡站得住，心裡有光的人。那天你問我敢不敢娶你的時候，我看到的不是走投無路，而是破釜沉舟的勇氣。秦時雨，我選擇的是你這個人。我們開始的太倉促了，欠你一個正式的開始。沒有婚約，沒有家族壓力，只有裴玉琛愛秦時雨，想和你共度餘生。你願意再嫁給我一次嗎？我願意，我也愛你。曾經以為失去一切，後來才明白，命運拿走一些，是為了讓我空出手，接住真正屬於自己的光。